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雷。今天的视频我来做期铁坑视频，因为以前的视频我们说过，有空聊一下每个厂家的仿赛，包括它与职业赛车的区别，以及顶级赛车它的每一个系统都代表什么作用，包括什么扭矩控制、弹射起步，在骑行过程中它是如何帮助你的。废话不多说，第一个坑先从雅马哈开始。我们都知道雅马哈的顶级赛车分为职业赛车雅马哈 YZR-M1，包括雅马哈 YZF-R1M。R1S 包括普通版的 R1， 这4款车里面真正的赛车代号是雅马哈 YZR-M1， 也只有 M1 是真正的赛车，而我们提的都为仿赛，所以它的代号是 YZF。剩下的3款仿赛里最接近 GP 赛车的是 R1M， 也是目前市售车配置最高的一款，以此类推就是 R1S 和 R1。所以我们今天就拿配置最高的 R1M 去对比它的职业赛车 M1。首先 R1M 它的发动机用的是一台液冷 998cc 4冲程并列4缸发动机，每缸4个气门，最大马力200匹，在13500转爆发147千瓦。在11500转爆发112牛米，这个动力参数与 R1 和 R1S 基本一样。先大家听一下 R1M 发动机声浪。是不是觉得没有4缸高转的澎湃感？因为这就是十字曲轴带来的不对称点火。这个点火方式 R1 的视频聊过，今天的视频就不再重复。我们先聊第一个 IMU 惯性测试单元。简单来说 ，IMU 是一个配合 ECU， 并以每秒125次计算你车轮的前后、上下、左右的行进轨迹，包括行驶速度、倾斜角度等等。IMU 再将实时测量的信息传递给 ECU， 从而为你提供更好的骑行条件，包括骑行体验。而这些系统它的介入程度都取决于你设置的什么模式，不同的模式也会给你带来不同的反馈。同时，所有的模式选择包括控制都来自这一块 TFT 液晶屏幕，比如第一个 YRC， 它的别名就是行驶控制。第二个 PWR， 它的主要作用是功率模式选择 ，TCS 是9级轻力控制系统选择 ，SCS 是3级的滑动控制选择 ，LCS 是2级的竞赛启动控制，它要配合轻力控制系统来进行使用 ，QSS 是2级的快速升降档 ，LIF 是3级的生成控制系统，主要控制前轮辅举。最后的 ERS， 它是只有市售车雅马哈 R1M 独有的欧林斯电子赛车学家。我们先从模式第一个 PWR 功率模式选择开始，这个模式一共分为4级，一是全马力输出，以此类推，4是最弱，你可以通过车把的选择按键进入 PWR 模式，选择你需要的几级马力。第二个 TCS 轻力控制系统，它的主要作用是计算前后轮的转速差异，比方说后轮胎有没有打滑，前轮胎有没有辅举等等。包括压弯角度大的时候，电脑开始根据你设置的干预级别增加不同程度的抓地力，包括控制力，并且 R1 给提供的是9个级别。第三个滑动控制系统，也叫防侧滑系统 SCS， 它的发挥是要与 IMU 协同工作。这个系统的主要作用是车手在急加速，包括在弯道里面突然出现的后轮胎打滑，包括后轮胎侧滑，这个时候 SCS 开始发挥作用，控制发动机功率，减小滑动。而且大家不用担心，这个模式有3个级别，并且你还可以选择彻底关闭。接下来 LSC 弹射起步控制，这个模式一共有2级可以选择，它的主要作用是即使油门全开，电脑也会自动将发动机转速限制为1万转，同时配合轻力控制系统、滑动控制系统、提升控制系统。简单点说，不让后轮打滑，不让前轮辅举，实现电脑认为最快速、不浪费转速的起步方式。第6个 QSS 快速换挡系统，它也分为2个模式可以选择，它的主要作用是无需离合器也可以快速换挡，这个过程是传感器检测到你换挡，将这个数据传递给 ECU 快速切断扭矩，包括齿轮，实现快速升档。同时降档的时候 ECU 也会自动匹配发动机转速，并且支持全油门无离合升降档。第7个防翘头生成控制系统，它也是有3个级别可以选择。简单点来说，当 IMU 惯性测试单元发现了前轮胎辅举，它会根据你设置好的模式相对应的控制功率输出，从而让车辆始终平稳。但是如果你是老手设置的最小干预程度，这个时候系统不会干预你升多高，而是会干预后轮的动力，防止你前轮升得太高升过去。而且所有模式都可以选择关闭。对于雅马哈来说，你作死它不拦着。最后一个 ERS 欧林斯电子赛车学家，这种高性能减震器和我们普通使用的完全不一样，它会根据路面状况、发动机的功率输出、前后轮胎的转速差异、倾斜角度，这些所有传感器接收到的信息传递给 ERS 电子学家，然后它会根据你自己设置好的介入程度来实时进行压缩、回弹，包括你在急刹车、急加速，都会给你提供相对的稳定性，包括操控力，甚至可以增加出弯时的牵引力。所以这个可不是普通的欧林斯减震器，而且它有很多种模式可以选择。你没有听错，学家也有模式选择。这其中 A123是电脑编辑好的程序，这其中 A3是道路模式，街区骑行使用 ；A1是赛道模式，适用于光头台 ；A2是雨天模式。A 下面的 M123，它的属性是手动调节模式，你可以自由设置。一个减震器6种设置也是没谁来。当然，以上这些并不是全部，未来聊其他车型我们都会一一说明。而且这些模式基本普通版的 R1 都有，只是普通版缺少了电子悬架，包括更多的选择模式。说白
摆了这么多控制系统，只是为了让新手更好的骑行、更好的控制、更好的入门、更好的操控。但是这么多的模式，它也不是万能的，它也不可能做到万无一失。真正的控制权还在你的手上，而其他只是辅助。接下来放松一下，我们开始聊 M1，看一下2大传奇人物，不仅玩的好摩托，更是玩的一手好雅马哈乐器。先欣赏一下猴王打架子鼓，我们再慢慢聊。接下来我们聊一下雅马哈 YZR M1。这台车在2019年罗西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，M1 可以在弯道上对其他车辆进行毁灭性打击，但是直线加速 M1 比不过本田，也比不过杜卡迪。所以采访中，罗西对2021款 M1 最大的建议就是优先考虑最高速度。但是目前为止 ，M1 最高马力大概在240匹左右，使用的与市售 R1 相同的十字曲轴发动机，也就是横向曲轴的直列4缸，带有6速变速箱 ECU， 由马雷利提供。整车的装备总重量是157公斤，用的干式多片离合器，最高时速超过350公里每小时，使用的欧灵思电子前后悬架，鲍鱼的碳纤维制动卡钳等等，可以说都是顶级配置。但是市售车与赛车依旧有很多不一样。市售车比如 R1M 和 R1， 它更多的设置是为了让用户更好骑、更好上手、更好操控，而职业赛车是需要骑手自己去掌控。可以说骑手的技术相当于我们的模式选择。当然赛车也有很多功能，我们如今市售车很多功能都是赛车淘汰，这个就不细聊了，细聊又得10几分钟，未来有时间再补上吧。OK， 拜拜，再见。